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 我是 J。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Broadcom 还有 Tesla。那 Broadcom 呢，最近的消息就是他们上个礼拜的财报后下跌了超过10%啊。那主要的争议就是他们毛利率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他们的 guidance 有一点点低于预期，以及关于像是 Google 这样的大客户，他们打算自己做芯片的一个假想、一个争论。那 Tesla 呢，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终于决定在Austin 把他们 Robotaxi 上面的一个safety driver， 就是驾驶的安全员移除。所以说，现在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没有驾驶员的一个 Robotaxi 开始一个试运行。那这个消息之后 ，Tesla 也是股价上有很好的一个表现。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来聊这两个话题。Broadcom 我会聊稍微多一点。Tesla 就只是讲一下它之后可能会有怎样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阻碍，可以预期的风险。那再插播一个关于 Netflix 的一个小消息，就是 Warner Brothers 他们董事会正式去推荐他们的股东投票接受 Netflix 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协议哦。理由是说 Paramount 他们那边给出的一个 deal 不是非常的诚实，就是他们的 financing 可能会有问题。目前来看，这接近于我之前对于 Netflix 的一个这个 deal 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大概的判断。那之后如果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OK。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关注哪些问题。那关于 Broadcom 的话呢，我们就来关注说，目前关于它的争论，像是毛利率的下降，然后还有像 Google 这样的大客户，他们打算自己去做自己的芯片，可能去找一些小的一些厂商去合作，像是 MTK、联发科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以及像是 Broadcom 他们目前一波下跌之后，他们的估值现在在怎样的一个水位 ？OK， 那毛利率方面呢，其实还好，他们也只预期下降1% 而已，而且之后的一个 operating leverage。他们是有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运营成本上面有大的提升。那在 revenue 增速很快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的营运杠杆是有上升的一个状况。OK， 那像是 Google 他们要自己做芯片，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管理层他们是怎么具体回复的。OK， 那估值方面，目前 Broadcom 是来到一个不算贵的一个水准当然对我来讲，如果进一步的下跌的话，可能会更好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那 Tesla 目前面临的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阻碍？那主要就是监管方面的一个风险了。至于说现在上涨到接近500块的这个水准，已经破了前高了，目前最高应该是来到490块左右。那目前是可以买吗？那在我来看的话，这对于不同仓位的人是应该有不同的一个策略了。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OK， 那首先我根据 Broadcom 过去3年的一个财报整理出来他们的实际的一个 revenue 的一个状况，还有根据他们的电话会议上面的一个预估给大家一个接下来2年的一个运营状况上面的一个预估。那首先来看一下它的 revenue 的话呢，在23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收购VMware。就是他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软件方面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那在收购之前呢，他们一年大概是36个 billion 左右，收购之后可能体量上就有一个大的增加。20年是来到51.6个 billion， 那25年的时候，他们整体的一个营收是来到64个 billion， 增速的话大概是在20% 左右吧。那如果再看25年的一个 revenue mix 呢，他们接近60% 呢都是在semi 这方面，就是半导体方面的一个业务，42% 是在 software 方面。那这software 方面有一个大的部分就是 VMware， 那另外一些就是他们其他的一些原来就有的一个 software 的一个 business。那在 Semi 这方面的话呢，60% 这里面呢又有大概是60% 是跟 AI 相关的 revenue， 就比如说像是 AI 的一些 XPU， 他们叫 XPU 就是 ASIC 啦，像是包括 Google 去做的这种 TPU 就算是很典型的一个。那这方面营收是占整个 Semi 里面的60%。那当然还有一些像 networking 方面的，就是连接整个不同的 server 之间的一些连接，还有 switcher 他们都有在做。OK， 这就是他们 AI revenue 的部分，占整个 Semi 的60% 左右。那剩下的40% 的 semi 可能就是跟消费端比较相关的一些，但目前这消费端的增长就比较慢，甚至还是 flat 的。OK， 那主要的增速来源呢，就是 AI revenue 的一个增速非常的快。那我们来看一下26年管理层对于 Q1 的一个 guidance。那 revenue 是来到19.1个 billion， year-over-year 成长可能是有30% 左右。那其中 AI 的 revenue 是有一个 year-over-year 一个 double 的一个状况100%的一个增速，所以 AI revenue 还是他们整体一个增速的一个大的来源。那整个26年的话，他们是预期像是软件的部分可能是 low double digit， 可能就是10到15之间的一个 year-over-year 的一个增速。那 non-AI 的下面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体还是 AI 的 revenue 在push 整个的一个增速。
那管理层也是给出了27年的一个 addressable market，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 AI revenue 可能来到怎样的一个体量哦。那他们是预期在27年可以来到60到90个 billion。那我大概算了一下，相当于他们目前的一个 AI revenue 的一个体量，那这个增速大概就是50%的一个 CAGR， 所以整体增速还是很快的。OK， 整体的一个财报的表现，其实在我来看是蛮完美的，然后包括 guidance，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主要的一个怀疑，可能就是来自于说他们去下调了他们的一个margin 的一个 guidance， 就是对于下个财年，他们预期他们的 gross margin 可能会来到 76.9%， 相对于25财年的 77.9% 是下降了100个 bps， 也就是1%。那同时，他们也预期他们在26财年的一个要缴的税率可能会上升。那 margin 的问题呢，主要是来自于说他们在做整个这些像是 Google 的 TPU 的时候，他们其中会有 HBM 的一部分嘛。那 HBM 他们又不自己做，他们只是去跟 supplier 买过来，然后加一点价钱去再卖出去，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HBM 最近的一个疯狂的一个涨价呢，可能就让他们这一部分的一个 margin 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他们不可能 mark up 太多，对吧？不可能涨价太多卖给别人，所以这部分的 margin 可能会有压缩的一个风险。那随着他们 AI revenue 占整个 revenue 的一个percentage 越来越高的一个状况下，这个下行的一个 margin 就会导致他们整体的一个gross margin 有一个下降的一个风险。OK，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一个 EBITDA margin 的一个状况，他们预期26年的一个 EBITDA margin是67%，还是维持在和25年一样高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虽然说 revenue 有很大的一个增速，然后 margin 可能也有一个下降的一个风险，但是他们运营的成本不会有大的一个提升，主要就是说他们只是 serve 这几个大的客户，他们这些大的客户订单量的一个增长，并不会导致他们运营成本的一个增加，并没有说我现在去 serve like 1000个新的客户来增加我这个 revenue， 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运营成本并没有增加，所以整个 EBITDA margin 还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像是 margin 的一个下降，我并不是特别的担心。首先，它下降的并不多，其次还有一个营运杠杆的一个提升，可以补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问题就是 Google 的 TPU， 他们之前一直都是 Broadcom 帮他们做的，那一直到最近的 Ironwood 应该也是。那对于 Google 来讲，他们下一代的 TPU 呢，他们可能会去有一部分找 Broadcom 做吧，然后还有一部分会去找MTK。就是来自台湾的 MediaTek 联发科，他们去联合开发。那它听起来自然对于 Broadcom 像是一个风险呢，就是说，Google 他们在Broadcom 这边，他们可能付了很多的一个 premium， 然后让 Broadcom 赚了很多。那如果 Google 把一部分的 TPU business 拿给 MTK 去做的话呢，那目的可能是为了省钱啊，或者什么的，那这自然会对 Broadcom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那这部分的话 Broadcom 的管理层只是说，目前啊，就是 customer own internal tooling， 就是 customer 自己去做芯片啊，这目前还是一个 overblown hypothesis， 就是他们不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可以做下去，它只是一个假设，他们还是有一个预期，就是他们之后做不成功，还是会回来找 Broadcom 做。那这方面我是暂时相信管理层的说法了，因为像是做芯片这个整个事情，它是没有说那么容易了。然后 Broadcom 他们在这些年积累的一个经验，还有他们帮 Google 做了这么多大一个 TPU， 再包括他们在可以去跟 TSMC 去拿到固定的一个产能，他们在整个供应链的一个优势都是非常的稳固的。OK， 再包括他们在 networking 这方面的一个领先就是。GPU 互联这方面的一个领先，我觉得他们的一个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他们也提出说，他们不只是有 Google 这一个客户了，他们目前应该是来到5个大的客户去跟他们去做 XPU， 就是 ASIC 晶片的一个状况。那第4、第5个客户好像分别是Anthropic 还有 AskAI， 就是 Elon Musk 的 AI company， 去跟 Broadcom 去下ASIC 晶片方面的一个订单。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他们的 revenue 还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增长的一个 trajectory。OK。那同时 ，Google 目前的这一代的 TPU 还是一直有新的订单下来，因为目前的这个 TPU 用的客户还蛮多的，包括像是 Apple 还有 Cohere， 还有 SSI， 这也是他们财报里面有讲出来的。OK， 整个 TPU 的 business 或者讲是 ASIC 晶片的 business， 对于 Broadcom 来讲，他们的位置还是非常的稳固的。管理层的说法是目前不用太担心，我们就先相信它。Margin 方面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就是他们的 gross margin 可能会下降，但是 operating margin 的一个提升可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个不足，而且整体来看，他们赚的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订单越来越多 ，margin 下降，但是赚的钱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整体来讲是一个好的事情，对吗？
那第三个我自己想要去提出来的一个点就是说，目前整个 ASIC 它的一个 它的 TAM 的一个增速还是非常快啊。我之前预估是大概60% 的一个 CAGR， 那这个预估就是根据像是丽莎叔他们的一个增速的一个预估，再包括像是 OpenAI 他们整个对于 ASIC 还有GPU 这两个大的方面的一个布局，预估出2025到2030年这整个 GPU 然后还有 ASIC 晶片他们的一个 market share 的一个变化，然后他们整个的一个增速，像是 GPU 的话，我是预估大概30% 的一个年化的一个CAGR， 那 ASIC 我就是预估60% 的一个 CAGR， 在这个60% 的一个 CAGR 的一个状况下 ，Broadcom 他们在 ASIC 晶片的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地位又是最大的啊。这样来看，我觉得整个 Broadcom 他们整体的增速我不会太担心 ，AI revenue 持续的一个50到60% 的一个 CAGR，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分析师对于他们目前的一个26、27、28的一个EPS 的一个增速，还有 Free Cash Flow 的一个增速呢，也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哦。这个不是 revenue 啊，这个是他们的 EPS， 就是 earnings 赚钱能力的一个增速。所以我们看到26年、27年他们的一个增速大概平均的一个增速就是在39还有36% 这样子。那对于28年的话，也是30到40的一个 percent 的一个增速，所以 EPS 的一个增速预期还是非常快了，30到40% 这样子。那 Free Cash Flow 也是和 EPS 的一个增速差不多。那同时呢，分析师也是预期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的一个 margin 也是会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可能长期可以保持在40% 的 Cash Flow 的一个 margin。然后长期的话，他们年化的一个 free cash flow 的增速可能可以来到20% 左右，这个我们可以用来做估值来使用。那另外一个 catalyst 就是可能 OpenAI 他们和 Broadcom 之间的一个合作可以正式的展开的话呢，它可能会给 Broadcom 带来一个很大的 EPS 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体来看，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的一个增速是大于他们的 revenue 的一个增速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他们的营运杠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于1，可能来到 1.5 的一个倍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基于这些增速的预期，我们来给 Broadcom 来做一下估值哦。先看一下 discount 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折现。那 base case 我是给到30%， 1到5年。那6到10年的话是给到15%， 我觉得这个 base case 还是蛮保守的。那 bad case 的话呢，我是给到25%、12%， 那 bull case 我是给到35%，还有17%。那在这样的一个数据下呢，我们来给它做一个估值的话，就是 bad case 它的价值大概是在284块左右 ，base case 的话呢就是416块 ，bull case 是来到587块。那目前 Broadcom 它的股价是340块左右，比较接近 bad case 啊，所以从折现的角度来看 ，Broadcom 目前的股价并不算贵。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相对的一个估值的话，就是它的 PE 还有 Price to Cash Flow 这两个 multiples 来看的话呢，那目前 Broadcom 他们的 PE 是来到70左右，比 NVIDIA 的44要高，比 AMD 的110要低，蛮多的。那相对于它自己来讲 ，Broadcom 目前的 PE 其实算蛮低了因为它的增速很快 ，margin 又很好。OK， 那如果看 Price to Cash Flow 的话呢，目前 Broadcom 它的一个 multiple 是来到60倍左右，比 NVIDIA 的52要高，也和 AMD 的53差不多。所以那对于它自己来讲，这个 Price to Cash Flow 也是在一个平均的一个位置。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Broadcom 它目前这个 PEG ratio 是来到 1.1 左右，其实不算高。经历了这一波下跌之后，这个 PEG ratio 算蛮低的，可能和 NVIDIA 差不多 ，NVIDIA 可能要更低一点。所以从相对估值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NVIDIA 它目前的一个估值是很低的，相对估值。那 Broadcom 呢，相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况，相对于同行来讲，就算还 OK， 不算特别的低。那 AMD 呢，可以算是差不多最贵的一个存在了，可以这样讲。相对估值来看 ，OK， 所以整体来看，目前 Broadcom 我觉得它的股价是处于一个不算贵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之后有更好的机会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吸引人。OK， 那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来聊 Tesla。那上个周日的时候，是有网友在奥斯汀有看到一个 Tesla。它的一个 Robotaxi， 然后发现在驾驶座上并没有一个安全员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试着去运行一个完全 driverless， 就是无驾驶员的一个 Robotaxi， 不需要一个监督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可以大概的去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Tesla 他们目前已经非常有信心的去接受他们 Robotaxi 这方面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况。OK， 那相对于之前的有监督的一个FSD， 还有监督的这个 Robotaxi 的运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意味着他们目前可以和 Waymo 一样，不需要有任何的一个安全员的存在，去进行 Robotaxi 的一个实施。OK， 那在这个消息之后，这个礼拜 Tesla 他们也是上涨了大概10% 左右了，在过去半年的走势其实还算不错。那目前的股价也是来到了480块左右。OK。
那如果来看上个视频我给大家的一个估值的模型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出来，它的 Robotaxi 的估值是占了整个现在的这个估值的70%左右，大概是1.5个 trillion。那目前整个 Tesla 它的一个市值大概就是这个1.5个 trillion 左右，所以这个目前不需要安全员的一个 Robotaxi 的一个试运行，对于这个估值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的作用。OK，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会发现 Tesla 他们这个 Robotaxi 想要正式的去大规模的运行，它是有很多的一个挑战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挑战。那 Robotaxi 它想要试运行，大概有3个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它 FSD 这个软件本身是不是可以去使用，对吗？那第二个就是 Cybercab 它这个硬件，就是它的这个没有 pedal 没有脚踏板没有方向盘的这个车型，它是否可以去量产，法律是否允许它量产，然后并且投入使用。第3个就是特斯拉的车主他们一直在想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我去买特斯拉的车子，然后买完之后呢，把它加入到特斯拉这个网络里面，它就可以去进行 ride hailing 这方面的一个操作，对吧？然后去帮车主去赚钱，对吧？那这方面它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那 FSD 方面就是完全无监督的 FSD， 他们目前是还没有拿到很多州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允许。主要问题就是说，这个如果 FSD 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在于谁，对吧？那这方面的监管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去走，包括像是州的一个允许，再包括像是联邦的一个允许，都需要去推动。那 Cybercab 它目前的量产还有投入使用呢，主要就是受限于目前联邦的一个法律对于车的生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这种没有脚踏板没有方向盘的车子，对于一个生产商来讲，它1年只能生产不超过2500辆，所以这还是立法方面的一个限制。那这方面就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立法方面的一个推动，才能实现这件事情。目前 Cybercab 他们是预期之后的产量是想要达到1年2个 million 的，对吧？那目前这个立法的状况肯定是不可以的，而且 Cybercab 会是对于整个 Tesla Robotaxi business 是一个非常大的组成部分，应该这样去讲。那因为像是第三方的车子想要加入去 Tesla 去加入他们的 Robotaxi 的话呢，它是有蛮多问题的一个存在的。比如说车主拥有的车子，他想要去加入这个 Tesla Robotaxi， 它是有蛮多方面的一个挑战，包括像是一样的，这个车子在运行中如果出了问题，然后出了事故，这个责任在于谁？在于车主还是在于 Tesla？OK，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车子日常的一个 routine 的维护是谁在做，对吧？然后再包括是像是 insurance 保险方面的一个问题，对吗？所以整体这方面的一个立法还有责任的归属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阻碍在前面。那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Cybercab 它到底可不可以量产这个方面的一个立法，这方面的一个立法我觉得是我们最需要去关注的。因为我觉得第三方的一个 Tesla 去加入这个 Robotaxi 的一个 network，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少数的一个状况。那之后一个大量的一个这个 fleet 这个车队的一个来源，我觉得应该是在 Cybercab。因为 Cybercab 它如果出了事情，那就是 Tesla 的问题，这个责任的分工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关于 Cybercab 的这个立法，我还是非常的关注，它应该会成为接下来 Tesla 的一个继续往前发展的一个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好吗？那另外一个对于 Cybercab 就是它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时间线，那根据管理层的一个预期，他们应该是在2026年的 Q2， 也就是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开始 Robotaxi 的一个生产。那在2026年底的时候，可能可以完成产能的一个爬坡，然后实现一个量产的一个状况。那到2028年可能可以来到年产2个 million 的一个状况。那对于 Cybercab 的一个量产呢，他们采用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叫做 unbox process。简单来讲，就是把每一个大的部件做好之后，然后把它直接组装在一起，像乐高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们是预期一台车子做出来可能只要5秒的一个时间。当然这方面我觉得Elon一般都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我觉得10秒也挺快，对吧？Anyways，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是就是有个期待，1年2个 million 只是 Cybercab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 bullish 的一个 prediction 啊。OK， 这方面的话，我们就继续跟踪他们的一个状况。那整体来看，我还是更担心立法方面的一个问题，技术方面，我觉得特斯拉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总结一下今天视频的话呢，主要就是2个话题，一个是 Broadcom， 一个是 Tesla。那关于 Broadcom 呢，就是他们目前的主要争论，像是他们的一个 Google 要找MTK 去做他们的晶片，然后
再包括像是他们 margin 有一个下降的一个压缩，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整体的一个市场是在60% 的一个 K 都不会说是一个零和游戏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太担心。那另外估值方面 Broadcom 他们的估值目前处于不贵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市场进一步的下跌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对于 Tesla 来讲，我觉得他们前面的挑战可能就是在立法这方面，包括像是对于 Cybercab 的一个立法，让他们可以开始进行量产，再包括像是 FSD 的一个推出，还有 Tesla 的一个 network 第三方的车子加入这个车队，这些方面都会需要有一些立法方面，还有一些责任归属方面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除，我们才可以看到真正的 Robotaxi 的一个大量的一个运行。那至于 Tesla 可不可以买，我觉得如果你完全没有一个仓位的话，你又特别想要去参与，那你可以买一点点，如果之后有下跌的状况，然后再慢慢买下去，对吧？那如果是已经有仓位的话，我觉得是不太用动的，因为前面的 Robotaxi 整体的一个 roll out 我觉得还是会有些挑战的。 OK，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 J，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